李凡继而又转头对着魏冕说道，单手直指魏婴：“魏冕，若是这小子有朝一日能来这个世界，刻刀我不要了，你把他给我就成。”魏冕一把拍掉指着魏婴的手臂，一眼便看清了对方的意图。鬼王与李凡不和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鬼王一直想找个传承人，可鬼道难入，即使是广阔的大世界，能修鬼道的也是极少。自己求着人家救回来的孙子，恰巧是鬼道小成。魏冕不动声色地挡在了魏婴身前，沉声道：“李凡前辈与鬼王的恩愿望不要牵扯到小辈，那刻刀既然送出，断不可能做收回之事。”李凡看着自己的意图被明晃晃地摆了出来，也不气恼，颇有君子风度地说道：“想让这小子活命救那刻刀可不够。”魏浩看着趁火打劫的李凡，十分生气，自己竟然连空间之术修得不好，导致现在受制于人。等魏婴缓过神，发现几个人的氛围有些严肃，即使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，也大概知道与自己有关。魏婴回过神，冷冷地看着穿着黑衣的两人，他们已经商量好了事情。魏婴嘴唇微微蠕动，可终究一言不发。魏冕哪能没注意到魏婴的状态，欲说千言与万语，出口只余空叹息。魏浩打破了这份沉默，轻轻捏了捏魏婴的肩膀：“阿英，我是二伯魏浩，他是你爷爷。阿英，我们一直都在找你。”老爷子看着魏婴渐渐泛红的眼眶，怜爱地摸了摸魏婴的脑袋：“我已经死了。”魏婴没头没脑地蹦出这一句话来，嘴角挂着苦涩的笑。在身死后见着自己的家人又如何？该笑大家都在地底下吗？李凡见着这一家人要说些话，便在空间内变了些凳子出来，时间只有半个时辰。话毕，便消失在了空间内。在魏浩的详细解说下，魏婴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原来父亲的家人意外迁移到了不同界面，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找寻回来的路。虽然他们没有说，魏婴也能想到，为了自己，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。心底酸涩的同时，也渐渐弥漫了些许温暖。一颗早已满是创痕的心口，好像有几条伤痕在渐渐愈合。魏婴努力地想要看清楚自己期盼已久的家人，爷爷早已是满鬓华发，时光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岁月的褶皱。魏婴微微愣住，因为他在爷爷深邃的眼中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身影，那个一无所有却又渴望一个家的自己。目光来到二伯身上，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，像是一个坚固的港湾，随时等待魏婴这艘离家的小船回归。魏婴的喉咙似被什么哽住，若是阿爹还在，是否如二伯一般？魏冕与魏浩相互看了一眼彼此，发现彼此都是对后面事情的无奈与无力。但是魏冕随即坚定了眼神：“阿泽已然不在，不管如何，哪怕要了我老头子的命，我也要阿英安然无恙。”魏冕轻轻拍了拍魏婴的肩膀，布满茧子的左手又摸了摸魏婴的脑袋，沉声道：“阿英，我和你二伯暂时无法去往小世界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”魏婴闻言垂下了眼帘，酸涩感涌上心头：“爷爷，我早已不容于世。”魏婴对上魏冕慈爱的目光，实在没办法说出自己不想活的话。魏浩看着魏婴的玉语，还修道士看了个清楚，虽说不知道阿英做了什么事，但是阿英那一身鬼道小成足以让阿英有栖身之所。不容于世还是不容于人？魏浩很认真看着魏婴的眼睛，魏婴的眼里是瑟缩，是不安，是期盼，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，但独独没有欲望，没有野心。怕是这个傻孩子不容于人，钻了牛角尖。魏冕也在听闻魏婴的不容于世，那种钻心窝子的疼啊！老爷子别的不敢说，但是看人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就魏婴一心向死的哀伤模样，还有眼底的清澈，根本不可能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。且鬼道难成，若是心性上佳，修炼之人早已不复存在，更遑论达到小有成就。魏冕双手捧着魏婴的脸庞，很认真地看着魏婴的眼睛：“阿英，我且问你一句，你行事可有愧于心？”魏婴嘴唇微微蠕动，呆愣愣地看着面前这个老人。修鬼道之后，自己做的桩桩件件本就遵循内心。可是魏婴的眼角不知不觉滑落了一滴泪，如同打开了阀门，眼眶里的泪珠忍不住地往下滑落。我还有资格哭吗？魏婴伸出右手抹去眼角的泪珠，滚烫的水珠子刺痛着心脏，忍不住囔囔道：“
因为自己失控杀了金子轩，因为自己失控，温情温宁上了金陵台被挫骨扬灰，因为自己失控，温情一脉上上下下50余口人被围剿。他们都没有哭，自己真的有资格哭吗？魏浩看着似又陷入眼症的魏婴，蹙眉打入一道凌厉，让魏婴的情绪不再那么消极低沉。魏冕看着那么大的孙子，竟然连哭都不敢哭，整个人都要怒了，那个火燎燎的就要往上冒。该死，真该死！他们究竟对我的大孙子做了什么？魏冕强压下自己的怒火，自己如何放心阿英一人在那个世界？魏冕一把拍在魏婴的后背，沉声道：“阿英，老头子，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，但是喜怒哀乐谁都不可以剥夺，你自己也不行。